西蒙第一次做政府，哇，热血非常，你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要去改变这个国家。以前每天骂敌对政党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进去就是要干一番大事情，打仗，热血，真是打仗，打太够力了，给人家打下来。跟公务员一起工作是一门艺术来的，他在里面整20年30年了，他对于整个系统体制制度这么理解，你突然间一个外人进去，他肯定觉得他比你厉害啊。我觉得2018年第一次做政府进去的这一些部长副部长或者 YB 们肯定吃了不少的苦头的。好，欢迎收看我们的比比来三嘛，你好，心仪。我们今天呢，在一个特别的地方，首先要谢谢 Needle， 就是心仪借这个地方给我们。然后在我旁边呢，今天有一个帅哥，我们有陈静辉。Hello， 大家好。你是我们比比来三嘛的第3位嘉宾，让我来好好介绍他。静辉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跟他的本业没有关系，他的本业是职业律师，你本身就是一个律师。对。所以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今天？因为据说要聊到一份工作是跟我之前担任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来了。对，我们做一些分享。找一个律师来聊公务员，为什么呢？因为静辉曾经是公务员，当了33个月的公务员。那我们可能也可以稍稍分享一下静辉的其他的经历啦。那他除了是马大法律系毕业之外呢，那你职业2013年职业到现在，然后你主要都是做哪方面的专业？就是在法律方面，民事诉讼相关的。就是要起诉别人法庭的案件啦。当然法庭案件又分民事跟刑事嘛，刑事就是杀人放火强奸之类这样的东西，民事一般上就是财务啊、金钱啊、离婚啊、合约纠纷啊、诽谤啊之类这些东西。哪一种比较好赚我们谈的是正义，钱只是附属的。你刚刚明明讲了很多个那一种感觉，我总听到好像有一些就是客户可能的钱赚的比较轻松。你做得好，做什么行业都能够赚钱；你做不好，什么行业都赚不到钱。哎呦，你看这种靠嘴巴吃饭的人有没有？好，那其实呢，今天要有请静辉来呢，是因为说他曾经是担任我们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特别事务官，也曾经担任过通讯数码部副部长特别事务官。OK， 这两个部长是同一个人，不同的时期，同一个人。第一次是在2018年西蒙在那时大选第一次上任之后，所以你不要讲你前老板的名字啦，张小姐、张女士，念群啊 ，OK。所以我在2013年就下去古来担任他的选区助理，然后当然也在那边的律师楼工作，然后一直都有参与他的政治工作这样子。所以2018年他被选当教育部副部长的时候，我就第一次上去担任他的特别事务官。那时就从2018年的7月开始，因为大选虽然是在5月结束，可是他的副部长委任是在7月的，就做到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就是长达大概就那段时间18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第二次就是在2022年12月大选之后，11月大选，他是12月的时候才被委任进去当通讯数码部，现在叫通讯部啦，当时是通讯数码部了，所以我又上去担任同样的职位，他的特别事务官，然后一直到2月咯，所以3月开始我就回到律师楼工作。你刚刚提到喜来登政变的事情嘛，对不对？我就想好奇的问你，现在是聊政治了是吧？没有，我就听到一些 keywords， 你知道我们这种八卦路人这样子，我就很好奇说，你那时候一夜之间失业哦，就是你可以告诉我，你那个晚上知道消息到你后来变成是失业嘛，对不对？2月24号，其实是我记得那时就有听到消息，我记得我在，因为是教育部。我那时在柔佛新朗华小一个我们要搬迁的学校，我还去视察，要确保学校已经准备好开学。有人跟我讲，阿兹密啊、某一天他们全部集合在某一间酒店啊，可能会换政府。对于当时来讲，其实不是第一次听到换政府，因为如果大家记忆犹新，除了雪登之前，应该有很多次都已经说过要换政府了的。可是你就觉得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的小，怎么知道那一天就真的是要进行这一个喜来登政变，然后结果那时的同样当时有很多的同事讲，算了，我上去喝酒了。可是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想法，或者是因为当时有别的部长、副部长们就跟我们讲，继续做你的事情就对了。因为坦白讲，政治里面发生任何事情你也处理不到嘛。你身为公务员，或者你是身为部长身边的助理，或者这些身份的人，你就只能继续做你的事情。可是直到大概1-2天之后，你就知道真的是要换政府了。所以那个时候才是真的理解到说 OK， 这样我们真的是被政府炒鱿鱼
因为我们是按照合约的方式进去做政治委任的这份工作，所以当我们被离开的时候，他也跟私人这样啦。政府突然间炒我们鱿鱼，就给我1个月 notice， 还有给我1个月薪水啊。其实他那时没有办法给我像私人界的 notice 这样，他只能让我马上要离开，我就回去24小时之内要 pack 完我的东西咯。可是我记得那时官员还很开玩笑跟我讲啦，不用紧啦，你先收进箱子啦，说不定下个礼拜回来之类这样子。结果是没有回来的啦。所以你是说什么啊？政府因为你是算是 contract staff 嘛，这样子算是合约的，就是合约，所以合约如果他要炒你的话，就是也是1个月的 notice， 然后补你那1个月的薪水。对，其实我进入政府工作签的聘约是跟一般的私人街区就职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还是要告诉你说你1年有多少的年假啊，然后如果你要离职的话，双方任何一方要给予1个月的通知，或者是要赔偿1个月的薪水，其实是跟私人界聘请员工是一样的。我谈的是合约的公务员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所以那时就是第2次，包括这一次离职，我是个人主动申请离职的，所以我就会要进行1个月的notice period 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找金慧来聊，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有做了一支影片，就是关于马来西亚公务员的整个体系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资料这样子。但是呢，对我来说，我就算是知道它整个构造可能整体上是这样，然后大家民间对于公务员的印象也不是太理想，就是觉得说每次觉得办事效率很差啦，然后或者觉得说政府很怕，或者是首相很怕公务员啊，因为他是很大的票啊，这样子都不敢得罪，所以改革也难。然后还有加上我们之前有讲说，最近安华不是说要取消那个退休金的那个制度，就是去改革这方面，然后其实他也很害怕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一般人我们对公务员的接触就只有我真的是去做那种去搞得姐或者是 madam 这样子的那段时间，所以只有这种时候会接触，我们得到的感受就是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可是实际上里面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想象中真的就是大家印象中的懒啊随便啊早早就关掉搞得啊不要做事情啊最后点你来点去，这个现象你觉得是怎么会发生呢？就是它真的是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吗？对你来说，先讲公务员本身，其实我们从小就已经有接触公务员，随时包括公务员，你出事那一个当下，护士照顾你，医生在医院照顾你，其实医生本身就是公务员。你去警察局报案，你东西不见，或者是你家里附近就有警察在巡逻，这些也是公务员。到你小学开始，你去念小学、中学到大学，这一些老师也是公务员。所以其实公务员不只是局限在我们认为的去到税收局或者是去到任何的登记局做 passport 的地方才遇到公务员，其实公务员算是无所不在的，只是我们很容易就把它归类为我们要去特别要去穿长裤包鞋去到一个地点去办事情的人他才叫公务员，不是。其实整个公务员体系为什么这么庞大，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周遭其实都是公务员在提供这些服务，只是我们有没有去接触，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去办事情，所以才接触到公务员。至于有没有对公务员有这种刻板的印象，当然树大有枯枝，枯枝比较多还是可是刚好可能我们遇到的枯枝就比较多，就容易去形塑到这一种印象，是觉得公务员是很喜欢偷懒啊，或者是很多时间他可能就是之前包括如果大家记得一个新闻，去到吉兰丹水供的问题，结果就发现吉兰丹里面水务局的人全部没有人在办事，我相信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啊。但因为我们是在部门里面工作的，我们去到面对的都是所谓的比较高层的这些公务员，坦白讲去到国家行政单位里面比较高端的那一些，不是高端了，它是比较高阶层的这些公务员，很多是很优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除了在马来西亚训练，他其实有很多机会是可以被派送到国外去进行这一些硕士到博士的训练的。如果我们这样，你要讲公务员不好，那大家记得 COVID 的时候，每天会看到的人是谁？Tan Sri Noor Hisham， 他是一个医生，作为当时的卫生总监，你会觉得医生服务态度很不好，可是其实也未必的。去到这一些岗位的服务员、公务员，其实他的服务态度、他的专业程度，甚至是他对于管理的能力，其实是有在的。所以其实只是看我们在什么阶级遇到的公务员。
会有这种看法跟想法，这样子而已啦。像你刚刚讲的说，因为可能公务员老师也算是，教师也算是，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岗位上面的公务员，可能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一次过聊完全部，可能可以个别去聊到未来。那我们今天可能可以把就是把那个范围讨论是说在可能我们讲的在行政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maybe 我们不见得可以接触到，反而是你们来as 一个助理啊，或者是 YB 新的政府换了部长进去到里面要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你们的观察。因为我们其实也确实每一个地方都一定有表现很好的人，或者是表现不好的人，这样子，我们没有觉得说要去强化那个刻板印象。可是呢，我更好奇的就是这一些印象怎么来了之余，其实有没有可能可以达到更好的合作？协作的部分，所以可能要先从你进去就是成为公务员的时候的第一个发现你可以发现我觉得是应该像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样，哇，原来是这样，会吗？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很多 culture shock 我个人可能不一样，因为我的父母就是在教育界服务，我姐姐也在教育服务，所以从小我都会在学校的环境里面看到行政单位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参与，然后我也曾经在念大学之前去过青年体育部的，如果大家知道一个叫 Rakan Muda 的东西我曾经你会唱吗？来唱歌Rakan Muda 忘记了，大概是这个时候我去实习过6个月，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第一次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去理解原来政府部门的体系跟运作是这样子，它有叫秘书长 Ketua Setiausaha， 它有各个不一样的 Jabatan 里面的 Pengarah，这个是中央的，然后中央之外还有每个州的级别的这一些单位，所以那时候你问我觉得我真的所谓的爱丽丝这一种感觉是我在我19岁进入青年体育部工作的时候，南版爱丽丝才说哇 everything so 新鲜可是我在2018年进去的时候，那时就不一样了，那时的心态其实就是因为那时西蒙第一次做政府，你那时哇热血非常，你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要去改变这个国家，以前每天骂敌对政党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进去就是要干一番大事情之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时第二次的已经不是去探险了，第二次真的是那种很热血，真的是打仗，打太够力了，给人家打下来OK， 好，我们就是要听这个故事，因为如果讲真我的想象啦，这个是我自己的剧情设计，每个人都是喜欢 comfort zone 的嘛，这样我觉得这个公务员应该就是世界上最 comfort 的 zone 里面的居民，因为铁饭碗嘛，很稳定，然后基本上也不太需要去追求些什么东西，你的就是可能一直都可以生活无忧这样子，是吗？可以讲这样生活无忧吗？如果看我父母到现在，我还会问，你现在还拿着政府的薪水？对，我会觉得，真的是一个铁饭碗，因为他真的可以在他退休之后不用去担心孩子养不养你，他真的是一份铁饭碗，每个月政府还给你一半的薪水薪资这样子，所以我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有些人从小就被灌输讲，你不如去当公务员，而且对华人来讲，最常当的公务员，第一个就是当老师，教育界；第二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医生，比较多华人在当。其他的领域，比如你看警察、军人这些都很难有华人在里面当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对于当公务员拿到铁饭碗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有太多的很少这种选择要去别的部门担任公务员，甚至是去担任外交官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不只是看铁饭碗拿到过后退休金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你有兴趣去加入国家政策策略的这一种拟定的话，其实当公务员也是一个选择。对，就是说当他成功当上了公务员之后，他基本上就是很没有生活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风大浪很需要去争取，或是很需要什么，所以感觉上就没有什么奋斗的必要，会不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他还是跟私人企业来讲，还是有那一个竞争的那一个氛围在的啦。不能讲说，因为无论我做多做少，我都是拿一分的粮。私人企业一定有这种人的，对，无论他做多做少，他永远就是拿这份粮，他起薪也不高，他的 bonus 也不多。公务员体系也有这样子的，可是如果当你要爬上更高的阶级，当然就是表现要特别好啦，不会讲说，我觉得比较常发生在这一种所谓的我做多做少都是拿一份的粮，是比较在
阶级比较低的这些公务员基层这一些，或者是他已经到了40-50岁，他觉得他已经不可能再往上爬了，他就按照那个薪金的制度每年去服务，就拿着一样的薪水。可是针对那一些在公务员体系想要往上一层爬的人呢，他当然还是会积极的去争取表现的机会的。你要想，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到公务员体系高层就是ketua setiausaha negara、KPPA 还有公共服务的这一些总监，或者是任何的这一些部门的高级主管们，他还是有那种要往前进，或者是往更高阶级，他要拿大豆也好，拿豆税也好，他要退休的时候风光一点也好，他还是有这一些可能性的。当然，如果大家也理解的话，马来西亚其实到了很多的公务员的体系的高端是，他不只是做这个职位而已，他还被委任进去各种各样的 GLC 里面当 board member， 也包括他在退休之后会被委任进去做这些 board member 的。也包括他可以在公务员体系的时候享有更好的津贴跟福利，比如你只是做一个很普通的官员，他是分 grade 的嘛，你可能做41、44、48、52、54，这也是 grade 来的。我们听不懂，我们外人听不懂。应该是跟私人企业有各种各样的体系，它都有这种 grade 的啦。只是有一些体系，有一些 grade 呢，你只是享有一般人的薪水，可是当你去到所谓的 JUSA、Toulouse这一些字眼呢，先让他们知道什么意思呢？你就可能有一辆官车，你可能可以有园丁，你可能就会有住的地方之类这样子的东西，你可能就会有保镖。所以如果你本身对于工作是有追求，然后你也想要达到那个阶级的话，在公务员体系不能够一概而论讲说每个人都是反正做多做少都无所谓，不是这样的，他依然有他自己需要竞争跟争取的部分。所以我就会跟你讲，为什么去到高阶层的话，你还是看到那些人表现是不错的，因为他还是要继续往前进来争取这些东西啊。因为刚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在想说，因为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嘛，然后先不讲说他有没有野心啦，只是说当遇到有来新的部长来的时候 which is 哇，这个西蒙的部长进来很想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基本上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感觉到的氛围和态度是怎么样嘞？我觉得2018年之前的公务员跟2018后的公务员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2018年会觉得国政是万年执政的，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执政党或者是别人会取代国政，所以他对于部长的态度一定是毕恭毕敬，甚至是部长讲一就做一。是说原本的部长，我讲的是2018年前纳吉时代啊，或者是以前的阿卜杜拉或者是马哈迪时代，你不会有想象哪一天马来西亚会换政府的。可是在2008年第一次政治大海啸，那时是换一些州政权啊，槟城啊、雪兰莪啊，然后包括中央是在2018年第一次换嘛。我觉得那时大家觉得换了之后有可能西蒙会做一段时间哦，可是因为整个 Sheraton move 之后，整个公务员对于政治人物的看法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他会觉得反正你来你走，我还可能比你做得久哦，所以这样会影响他们怎样的态度呢？他可以在会议上面对你要落实的政策，要么他就是什么都不讲，要么他就答应你糖果，可是到最后什么都不做，这类这样子的情况。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比如去年如果大家记得去年有一次内阁改组嘛，2023年的12月之前，可是那个改组的传闻一直在可能8月、9月、10月一直有这一种风声要出来。我理解到的是，当这个风声一出来的时候，有些部长或者副部长叫官员做东西的时候，大部分那2-3个月的推动的那一个力度是非常低的，因为他心里面会觉得反正都要那个改组了，你随时不是我的部长，你随时不会是我的副部长之类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公务员你在工作的时候隐隐约约啦，不一定每个人啦，虽然公务员永远会跟你讲 We serve government of the day，谁今天做政府我就 serve 谁。但我觉得我们这种政治委任进去的，或者是正副部长进去，他都很理解跟清楚知道，他虽然是跟你讲他 serve government of the day， 当然有一些人的心态就是我做在这里比你还稳定，比你还稳固。5年政府，5年一次大选选举，你可能就已经 nobody 了。可是我这一份工作，像你讲的铁饭碗，我可能就是做20年、25年、30年。所以我觉得跟公务员一起工作是一门艺术来的，你要掌握他打跟那马克打亲的嘛，他们是想讲马来人或者是任何公务员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要想他在里面整20年、30年了嘞。
他对整个系统、体制、制度这么理解，你突然间一个外人进去，他肯定觉得他比你厉害啊。他也看过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在里面啊，每3年5年就换一个，所以他会觉得他已经能够驾驭这些政治人物了。所以政治人物进去，我觉得2018年第一次做政府进去的这一些部长、副部长或者 YB 人，肯定吃了不少的苦头的。官员肯定不会按照你要做的东西去做，或者是官员会基于你很多的借口跟你讲什么东西不能做，然后也有是误导你的官员，也有的。我所谓的误导就是他跟你讲这个不可以，这个不能，什么都不可以，怎么不能？这样怎么办？你明明知道他在忽悠你怎样办？我觉得任何工作就是学习的过程哦，你任何的 junior senior 你进到去就是老臣子、老屁股、老臣子一定会先欺负你一轮嘛。可是1-2年之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你刚刚讲到什么1-2年之后什么可以做，就是你们妥协了，就是没有2018年之后进去，所以我刚才跟你讲，2018年哇，你是那种拿着利刀强韧利剑进到去，就是 everything 就是要攻击，我这个要改，这个不能做，我什么要雷厉风行去做。跟你对比，在2022年重新回去当政府的西蒙，或者是这一些部长、副部长，那个态度跟官员的反弹，其实是没有这么强烈的。所以是比较经一事长一智，就比较成长了。我相信你去问很多现在的正副部长，他也会告诉你这样的事情。他如果多一次选择回到2018年，他可能会做不一样的选择，他可能会做不一样的事情，身段柔软一点。没有这种哇带着来我就要改革完全不理，这样子每个人可能他在那个地方是老屁股的人一定会不爽啦，就是来一个人性来讲我们也理解啦。其实我觉得这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聊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没有要邀请部长来，而是我们想要邀请真的是在里面工作过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请部长来的话，很不小心可能就会变成是部长在为自己的可能表现去找借口。可是如果说你是工作的人的话，我们可以讲出来，我觉得会比较有说服力这样子啦。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像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我不只是听到你讲，因为我是听过一些朋友也是跟我们讲说，哇，也是被修理得很惨。你能举一些例子怎样修理法吗？比如说像刚刚你讲的误导你们去做一些事情，有什么样子的情况可以成为这样子的，就是促成这样子的局面？他就跟你讲有些事情是不能做咯，程序上不对咯，按照法令来讲这件事情不能落实咯，然后或者跟你讲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要先改法令咯之类这些东西啦。那怎么办？你们能够就这样就没有办法了？他这样子讲，要么你就去问前辈。因为我必须讲，这一次有些正副部长他是第一次进入这个部门，可是比如啦，教育部换过几个副部长嘛，所以新的副部长就要会来问过前任的副部长，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况？我跟你讲 ，no， 你有这样子的事情，你可以要跟这个官员反驳之类。我觉得有时不是讲苦头，而是你要去理清一个政治现实，就是不 charge。我举一个情况，大家应该就会理解，不 charge 就是马来西亚的布城，就是最多公务员的选区。最多公务员的选区不是由当今的中央政府赢的一个选区，也就是因为它是国盟赢下来的嘛 Raja Jidin， 所以你要想里面工作的人很多都是不支持你的，有可能不是属于你的，而且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秘密啦，你就知道超过58%的公务员不是支持现任的政府的，所以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是你也可以不理这一个选举的情况，你也可以抱着一种心态，就是我只做5年，如果我只做5年，我要在这5年改变什么东西。你也可以抱持这一种，我不只要做5年，我要做10年、15年、20年，这样你的态度就会不一样。那些抱持着我只要至少我用一种我只做5年，我就要在这5年做对的事情、好的事情、对人民好的事情，你可能就看到他的力度会不一样。那种我觉得，我要 take my time。我的 take my time 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我慢慢要去改变这些公务员对于现任政府的态度。当然不只是现任政府啦，还有盟友的关系啊，然后如何维系各种各样，每次进到州选的时候，任何选举的时候，你要照顾的课题之类这些东西。但现在的政府，人人都当过政府，现在的正副部长，人人都当过政府了，不是junior了。进到去，我觉得，同时我也必须肯定一些巫统的部长，他其实是相对有经验来处理公务员的，他们知道要怎样去打交道。
打交道，我觉得是一些比较资历比较浅的官员或者是政府部长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呢。所以你们现在后来应该也相对有共识，就是说 OK 好，不能够硬碰硬，然后要尊重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节奏感，或者是他的信仰，或者是他所相信的价值观，那意思是，那你们的共识是说要怎么样子的一个姿态是最为理想，是你的观察？我觉得应该很难有共识啦，因为每个人他心里那把尺都不一样，有些真的是像安华这样，他首相梦发了这么久，你要他突然间去到去还慢慢跟你要做改变或者改革，然后他已经等了，我觉得至少15-20年这一个位置，所以他进到去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之类的。可是像巫统的这些部长副部长，他可能在喜来登政变之后，他有些已经是部长副部长，他只是换不一样的首相来执行他的工作之类这样的东西。所以包括行动党，他从我刚才讲的2018年他进到去雷厉风行做各种各样的改革，结果就到最后就不成事，跟这一次我们进去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这样子。所以我很难去跟你讲说每一个人他会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了。我觉得现在大家比较倾向于讲这个政府至少会做5年，所以我觉得前面1-2年大家也知道讲不要这么讲大动干戈去做很多非常这一些人民或者是官员接受不到的政策，然后现在政府已经在上次的州选稳定下来之后，大家就可以慢慢看到安华在做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他要检讨公务员的薪金制度啊，他要做很多的调整啊，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时候当政府稳定下来之后他就要去推的这些政策。他现在一直在推的这些东西，我不是很sure目前你所了解到的他跟公务员们的关系 OK 吗？哇很难去判断嘞，我又不是每天跟首相在一起，但就是 I mean 可以感受得到那个 tense 啊，还是其实有一部分的大部分的是可以理解呢，还是其实哇很 offend 这样子？我觉得只是看部门呢，不同的部门不同的部长副部长处理他的官员，像我必须告诉你，有些部长他在的部门就是会吃很多苦头，因为他做的事情就可能官员会不喜欢这样子，这样他当然他在执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会一直要换官员，某某的总监被换下来呀，某某的人会被换掉之类这样子啊。举个例啊，什么部门是这样特别吃力不讨好？旅游部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某一个总监他做到了总监，突然间被降职做副总监之类这样子，是原因是不配合。我觉得张庆信在做旅游部的时候，可能在处理这一个海关或者是所谓的旅客进来这件事情之上，他态度我们对他是肯定的。可是我觉得在官员的眼中，可能有些情况下，他觉得部长应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这样子啦。也是有种硬碰硬的感觉，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如果从新闻上就可以感觉得到，旅游部部长张庆信他在处理这一个游客来马来西亚的时候的态度，确实是相对比较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官员他可能会觉得 OK I buy this way， 他就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咯，他如果不接受的话，他就不要去做咯。我觉得其实还蛮多东西可以聊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呢要稍微 cut 一下下，然后呢因为我们要把它分成2集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啦，我们真的很好奇，就是我们经过2次政党轮替之后，大家去到就是公务部门，就是一些公家机关那边办事情，你们有没有你自己的体感你自己的感受真的觉得有改变吗？还是没有啊嘛，都是这样。不过讲真啊，我跟阿俊之前有去办就是一些文件上面的东西，我们去了2个部门，其实我们2个部门遇到的都挺好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是会有那种 phobia 的感觉，想说一要去公务部门，就是公家机关去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担心说，死啊，等下遇到冇啊點算呢？等下遇到輕我哋點算呢？你一定會有很多這樣子的一個想象的然後我們去到的時候，確實有時候你會遇到2個人，一個真的會比較黑你，然後但是還好你會不小心遇到一個 OK 很 friendly 幫你的人這樣子，所以他很難說，所以我們很好奇，這個是我們最近的經驗，我們覺得還算 OK， 我們遇到2個部門的都挺好，很 helpful。那你們去感覺怎麼樣？然後你們認為目前為止最有魄力的一些部門是哪一個部門？因為有很多的政府部長最近很愛做 spot check， 尤其是部長。誰是最喜歡做 spot check 的？除了陸兆福？我覺得，因為我可能在柔佛比較多注意一些新聞，大家應該會注意到柔佛的州務大臣很喜歡去到那個新山的通關那邊，一大早5-6點去做 spot check， 到底開了多少個關卡啊？然後到底有沒有讓這一些交通更加的順暢之類這樣子。我記得他應該是比較算勤勞的其中一個 YB， 他是州務大臣嘛，他就去看那個新山的通關的部門哦，所以很有幫助。我的理解是
肯定会让官员在工作的时候，他要随时 stand by 跟 ready， 会有人来 spot check 的。其实不止他，像有些部长他可能就会到医院去 spot check 啊，教育部长他就会去到学校里面去 spot check 学生的上课的情况啊，到底老师的教课是怎样子啊，学校的厕所是做到这样子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越来越多这种 spot check 的情况，会让官员自然而然，不然不一定每一个人啊，他们就会在工作的时候会比较的警惕之类这样子啦。好，那你留言跟我们讲说你自己的感受，你觉得哪一些部门的表现特别好，然后或者是对公务员经过我们刚刚的那半小时的这个讨论，你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是你自己也是公务员的话，欢迎大家留言，我们在留言区再聊。谢谢你。好，我们下一集再见。